说起宋子文，不管是从史书或是影视作品中，都把他描绘成大贪官。除了贪污美国援华的钱，还导致中国金融系统崩溃，使国府失掉了大陆江山。所以这些账都要算在他头上。他晚年据说还让一块鸡骨头给噎死了。那么在民国神算的眼中，又是如何看待宋子文的命理和八字的呢？民国神算韦千里有一位朋友姓陈，是上海的富豪，也是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的财政官员。陈公子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，因缘际会下就认识了寓居日本的宋母倪桂珍。宋老太回国之后，将陈公子介绍给儿子宋子文。从那个时候起，陈公子大走财运，不久之后就成了上海的富豪。陈公子这个人很风趣，他说自己的一生就是靠命，他从来没有做过发财的梦。身为财政官员，不但没有理财的本事，连用钱的本事也没有。他说自己发财发的是莫名其妙，只是运到财到罢了。国府迁台后，陈公子到台湾没几年就作古了。有一天，韦千里在路上碰到了陈公子的一位亲戚，两个人闲聊往事，就聊到了宋子文早年出国留学的一件事。据说宋子文出生没几天，宋家就请了算命先生给儿子算命。算命先生看着襁褓里的小婴儿说，这孩子到了18岁就要离家远行。这一转眼就过去了17年，到了辛亥革命那一年，宋老太忽然想起这件事，就请来精通命理的徐老先生再替宋子文算一算，主要是为了确定他18岁的时候是否真的要远行，作为母亲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徐老先生算了宋子文的八字之后说，宋少将来一定做一品大员，富甲当朝。但宋老太觉得根本就不可能，那时正值乱世之秋，宋老太希望儿子一生平安，这就足够了，没有奢望儿子成为大富大贵之人。况且宋家不是勋贵之家，家族中也没有在朝中当大官的人，这泼天的富贵从何而来啊？所以宋老太不相信徐先生的话，反问他，你凭什么说他官居一品，富甲当朝呢？徐老先生说，根据宋少八字上的五行看出来的。宋老太说，我的孩子没有功名，我家亲戚也都没有当官的，哪来的升官发财的门路呢？徐老先生就把宋子文的八字讲解了一番，还说他的八字是妻美财丰的格局，将来的妻子贤淑貌美，他本人财富丰裕，堪称财神啊。那时宋子文只有17岁，还是个毛头小子。宋老太很难想象自己的儿子未来能在财政两界叱咤风云。一个男子如果有点才干，略微有一些地位，娶一个漂亮的妻子，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如果说求得大富大贵，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所以不管徐老先生怎么解释，宋老太都很难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有富贵大运。徐先生见无法说服宋老太，就说，太远的事还是不说了，说了你也不会相信，那我就把近在眼前的事，宋少明年的事说一说，您看可好啊？宋老太就请徐先生说一说，宋子文是不是真的要远行？徐先生说，明年宋少18岁，在入秋之后就要出国远行，不是几个月，而是要好几年。因为闹革命啊，各地人心浮动，动荡不安。宋老太打算把儿子送到日本，于是就请教老先生自己的安排是否妥当。徐先生说，宋少去哪一国，我从八字上看不出来，只能看到是向东而行。向东不就是去日本吗？
宋老太很笃定，认为儿子一定是去日本。但是徐先生摇摇头说，不是，日本在东北方，宋少是向正东而行，从方向上来看应该是去美国。一听到是去美国那么远的地方，宋老太就不高兴了，我儿子明年只有18岁，怎么会去美国？去美国又能干什么呢？徐先生恐怕算错了吧。徐老先生也没和宋老太争辩，只是说，如果明年宋少去了美国，这件事我看得准的话，那么我说的他将来官居一品，富甲当朝，你也会相信吗？宋老太说，要是那样我当然相信啊，因为这也太奇怪了吧，我们宋家根本就没打算把儿子送去美国。徐老先生给宋子文算命是在辛亥年的夏天，同年秋天民国革命成功，第2年民国成立，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第1任临时大总统，对于民国殉难先烈和有功之士应有的表彰和抚恤，咨请参议院开设开国集勋局，下令遴选国内25名青年才俊派往各国留学。那为什么宋子文入选了呢？这要归功于他的父亲宋家树。要说宋家树可是史上最牛的老爸了，他的3子3女后来都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。宋氏家族一度掌握着国家命脉，富可敌国，权势显赫到无人能及。宋家树早年与孙中山志同道合，曾借传教士的身份为同盟会筹款，倾囊相助，几次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。宋家树有功于国，却是一个不求知于世的隐士君子。孙中山下令遴选的青年才俊就包括宋家树的儿子宋子文。未来的财政部长果真被派往了美国，而不是宋母心心念念的日本。宋子文赴美后，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，主攻经济学。在世界顶尖的学府中，他不仅学到了先进的经济学，开阔了眼界，而且思想也日渐成熟，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与自己的使命。1917年，宋子文学成归国，受聘为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秘书。这个公司是由晚清官商盛宣怀一手创办的。期间，宋子文为妻小姐盛爱仪当英文老师，一个是温文尔雅的才子，一个是温婉美丽的富家千金，两个人互生爱慕，心有所属。但是这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，盛家的庄夫人一怒之下棒打鸳鸯，公司决定将宋子文调到汉阳。宋子文心高气傲，一气之下辞职，于1923年3月来到广州投奔孙中山，做他的英文秘书。1925年出任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。他在财政部长的位子上是越坐越稳，即使各派大佬敢轰蒋介石下野，却没人能把宋子文赶下台。外界传言，宋子文和贴身秘书唐余庐的妹妹唐英有过一段情，但是怎么黄的呢？这一年，宋子文带着随员来到上海，与外国银行洽谈。在保镖的防卫下，宋子文带着唐余庐等人下车。由于唐余庐走得比他快，挡住了他的视线。宋子文提醒他让开一点，别挡着我。结果话音刚落，突然传来枪声，唐余庐中枪倒在地上。虽说人红是非多，但宋子文一直以来专管财务，并没有牵扯太多的政治纠纷，为什么会招来杀身之祸呢？民国有个杀手叫王亚樵，与蒋介石政见不合，遭到警方通缉。他曾派人刺杀蒋介石，但行动失败了，于是就派人刺杀蒋介石的钱袋子宋子文。宋子文出行的当天，和唐余庐都是穿着白色西装，杀手认错了人，导致唐余庐被杀了。幸免于难的宋子文和唐英的感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宋子文33岁的时候担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，他拥有强大的超能力，人人都称他是财神爷。宋子文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军人物，他一手筹办了中国建设银行，在金融界是叱咤风云，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摩根。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此时的他还真应了算命先生的话，官居一品，富甲当朝。宋子文事业有成，官居显赫，是一个有权有钱有势的公子哥。那到底哪家的千金才能入了财神爷的法眼呢？那一年的夏天，宋子文到庐山游玩，觉得庐山的清幽环境很适合母亲养老，决定在庐山为母亲修建一座别墅。有人就向他推荐了最有名望的建筑专家张谋之。宋子文听说他的大名，决定亲自登门拜访。得知贵宾到访，张家自然是隆重欢迎。宋子文见多识广，阅人无数，当他一到张家，就被一个漂亮的女孩惊艳到了。她就是张谋之的女儿张乐怡。宋子文对她是一见钟情，主动邀请她陪同自己游览庐山。张乐怡样貌出众，开朗健谈，是张家的社交高手，还会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和宋子文聊得很是投缘。张乐怡就像一颗闪耀的明珠，让宋子文是爱不释手。庐山之恋到底有多美好？宋子文的大姐宋霭龄、二姐宋庆龄为此专程赶到庐山面见张乐怡。面谈之后都很满意这个准弟媳。1928年秋天，在庐山的见证下，宋家一哥和乱世富贵花张乐怡喜结连理。婚后两人的生活十分恩爱，张乐怡先后生下了宋琼怡、宋曼怡、宋瑞怡3个女儿，时人称为3朵金花。宋家一哥可以说是有着几近完美的人生，他的贪污形象又是怎么来的呢？1947年7月29日，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时，中央日报记者陆铿报道他批准福中及扬子等公司结购外汇3亿多美元，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88%。这个消息一披露出来，顿时轰动一时，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执意要宋子文下台。可是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少了一个小数点。虽然中央日报做出了更正，可是掀起的民愤被阴谋夺权的共产党利用了，趁机大肆煽动造谣，说宋子文摧毁国府财经。小数点的更正也就没人再关注了。陆铿在世的时候曾经多次谈到这件事，但是人们已经记住了宋子文贪污的形象，很少有人再关注少了一个小数点的事实了。宋子文作为行政院长，批了300万美元，可不是3亿多美元的外汇。一个小数点的失误，让宋子文背上了难以扭转的骂名，导致今日很多人对他都不买账。宋子文在世的时候，面对外界的辱骂，曾想开记者会为自己辩白，但是为了中美关系和国府大局，他只能做代罪羔羊。为此，他在日记中写下：外界于我之毁谤毫不在乎，为国家民族之责任淡然处之。随着史学界的研究，相关资料的解禁，近年来对宋子文渐渐有了客观公正的评价。比如宋子文是国府内部的务实开明派，对建立近代中国较为完整的财政金融体制，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，对遏制日本侵华、国难中寻求国际援助、西安事变中出面营救蒋介石于叛军斡旋，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观众朋友，您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您留言反馈。感谢您收看《我是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